持人，也是外岛特派员小鹿。耶，大家好，我是小鹿。这一次找你来金门有原因的，你对金门有很深厚的感情，对吧？对，很开心这一次跟着 GoGo 台湾再次踏上这个我曾经当兵的土地。你之前在这里当过兵？对，没错，曾经在这边当兵服役，保家卫国。而且我跟你讲，我从我们家族，从爷爷到我爸，到我本人，到我弟。我们一家祖传3代都在金门当兵，你们是自愿的吗？没有，就是抽签抽到。祖传3代都是抽签，抽签抽到哦。这个运势不得了，真的，从爷爷打823炮战开始，然后到爸爸这样子。鹿哥，哎，不要这样子，谢谢你保家卫国，谢谢你一家人为我们台湾本岛带来了平静祥和的生活。是，很开心，很开心。我们的岁月静好是鹿哥家族的负重前行呢，真的很不得了哎。那你对金门一定熟门熟路喽？应该是说当兵的时候，就是在坑道啊，在营区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也不是说局限在那个范围。对，也不是说有机会到处去走走看看、逛逛，然后吃很多美食，倒也是没有，很可惜啊。那所以虽然你祖传3代金门兵，这一次的旅程如果要前进前线中的前线小金门烈屿的话，还是要由我来帮你做导览喽。小金门烈屿我倒是真的没有去造访过哎。小金门是一个非常适合慢慢旅行的地方，而且小金门很香甜。讲到香甜，大家可能觉得我说的是金门的贡糖甜，但是小金门它的芋头非常有名，烈屿的芋头香也是金门的一种香甜哦。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时节也非常刚好，是小金门的芋头季现在正热热烈烈的展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来去参加吧。耶 ，Go！这芋头这么大颗，虽然不是我们种的，但是我们挖出来成就感也是满满的耶，超满的。旁边小小的，好可爱哦，好大颗哦。飞出去，你看前方拿出来，哎，你看我的手。哎，你为什么你吃到起鸡皮疙瘩？太夸张了！哎，真的身体反应不骗人哎。好吃到起鸡皮疙瘩。真的很好吃，我从没有吃过这么绵的芋泥，好绵啊，好细。哇，温迪，你看，这座气势磅礴的4方形塔楼，远看很像一座瞭望台耶。没错，这就是小金门的重要地标八达楼子，非常显著的地标。对，但事实上它也是精神象征哦。是，因为这一座地标呢，它的建设是缘起于在民国22年，那时候我们国军的长城部队为了跟日军作战，所以总共一班里面有7个国军壮烈牺牲了。那时候他们真的是死守古北口，后来长城部队驻守小金门的时候，就建了这座八达楼子，仿当初长城的建筑，而且把我们7位壮烈牺牲的国军的雕像也设置在楼顶，就象征说，我们小金门这边呢，也是要持续的把必胜必成、独立作战、自力更生这样的精神给延续下去。7位勇士在上面。温迪、小鹿，你们是不是缺在地导览跟交通工具？很缺。我觉得搭乘这个电瓶车感觉好棒，因为风都从外面吹进来，好凉爽哎。这个电瓶车也算是烈屿乡小金门这边很独到的风景，因为其他地方都是观光巴士比较多吼，乡长。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下哦，跟你们2位分享一下。我觉得到世界各地旅游，大部分都是坐游览车嘛，但是你来烈屿就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电瓶车来搭乘。那电瓶车就像你看到的
得它的外观就是很融入我们在地的元素，因为早期金门是战地嘛，那我们这一个电瓶车整台车就是战地风格迷彩元素，这是一个吸引人的一个点呐哈。那另外就是像刚刚温迪你讲的，你说那个风都这样灌进来，其实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也非常享受坐我们自己这个电瓶车。电瓶车它开到不管是大马路或是村庄里面，有时候村庄它在烹饪美食的时候，我们直接可以先吸一口，哇，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但我觉得是跟这个乡镇或这个地区是非常靠近跟接近的，对，很棒哎。其实我觉得旅游的感受度很重要。金门就是一个非常好客的地方，真的，你在我们这个电瓶车，到处每个人都会跟你打招呼，大家都好热情。那个你有朋友来嘿，在对台北来，在西民市啊，对，这个电瓶车它的游程规划、路线规划，其实几乎是广达了整个烈屿乡全部的景点。对旅人来说是，我也不用做到太多的功课，好像电瓶车也算是我的导游之一，不用做功课，直接把所有的那个行程交给电瓶车就可以，对，可以这样讲，人来就对了，人来就对了。电瓶车好舒服哦。那乡长，我们接下来想要认识烈屿的话，你有没有推荐的第一站景点呢？有啊，就是来烈屿一定要到我们的文化馆。那我也有安排我们里面专业导览的老师来为你们2位导览。看起来里面文物很丰富哎，满满的。嘿，小安姐吗？嗨，你好，欢迎大家来到文化馆这边参观哦。乡长叫我们来找你，我们刚刚走进来的时候，哇，左右其实才一眼而已，就发现这里陈列的文物琳琅满目，比我想象的多很多耶。是的，这是我们早期生活在我们那个烈屿乡岛上居民他们曾经使用过的东西。所以不只是战地的东西，或是国军的东西，也有民生物资、庶民的生活用品。对。所以以前的比如说农业啦、渔业啦相关的产物都有。是。哇，而且还有钞票。对，我刚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钞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印金门地区使用这个纸钞，因为它上面印了金门2个字，所以我们又称它是金门的地名券。它是在1952年到1989年的时候，我们台湾银行印刷的，所以它是真正的钞票。真的，我们市面上可以用这个来交易、来买东西的。哇，因为这个如果雪兰姐没有告诉我的话，我会觉得它好像是大富翁里面的钞票，因为它跟新台币长得一模一样，可是它旁边打了金门2个字。发行这个纸钞的目的就是要这个保护我们这边的金融体系，让我们货币不要波动，万一沦陷的话，本岛不受影响。对，很有计划哎，很有计划。而且这边有好多不同的纸条啦。以前烈屿居民到大金门过海还要有路条。对，我们现在有看到4本比较特殊的它写那个中华民国金马地区往返许可证，就是早期我们金门人要去台湾一定要申请这个出入境证。还有我们往返大小金门也要有一张3联单呐。下面有写乡长黄武田这一张就是了。好严格哦。你没有这一张条是没使买票的你要买船票才能坐船。以前我们往来大小金门一定要坐船，不像现在说那么方便有大桥。等于一定要有凭有据，而且要知道哪些人过去了，哪些人回来了。对，有都要登记。人员的管控。对，登记有册的哦。还有一个比较特殊就是摊民证。摊民证什么意思？摊民证我们早期因为是战地，我们的海岸线都布满了很多地雷。那你要出海，你要到岗哨我们科管哨，你拿着你的证件给我们的岗哨卫兵，他会给你一顶帽子。每天的颜色不一样，他这样才可以管制我们的人员进出。等于说你在，因为从海上看出去，你在海上作业的
话看不到你是谁，就用那个帽子的颜色来区别。对，整个红彤彤的或者绿是不同颜色。因为也怕说万一有不明人士，我哪知道？对啊，我哪知道你是从对岸过来，水鬼摸上来。以前早期都会有水鬼游上来这边，对不对？对啊，所以没戴那个帽子的可能就是水鬼，赶快击毙他。那有戴帽子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科民贪民这样。对，他这样子其实也是管制说，因为你要交了科民证，你才可以到海岸线上，也是管制说台湾这边的人你不能偷渡过去对岸。好严格。要预防对岸，那时候对岸会过来这边。所以科民证以前要有科民证，你才可以去采科啦。对。那以前采到的科也很珍贵。对啊，要很小心这样子。小兰姐，那边有个好大的喇叭哎。哦，您指的是这个吗？对，这是我们早期我们金门小金门这边对大陆心战喊话喇叭墙拆下来的。哦，所以它是真的有在运作的。哎，是的，这么大的喇叭，就是要这么大的喇叭才能够向对岸喊话，听得清楚这样。是。这个比例我有一点点吓到。那以前负责做心战喊话也是要经过训练的吗？它是要经过考试的你必须要字正腔圆。字正腔圆。哎，还要声音甜美的。要 sweet 甜美。OK， 我好像很适合。我觉得你有符合资格了。字正腔圆，对，声音甜美，口条要好，那不就是我吗？我可以吗？对呀，你一定保证可以录取。我保证可以录取。所以那个 Wendy 现在就要来参加心战喊话员的资格考验。亲爱的共军弟兄们，前有火海，后无退路，赶快放下您手中的武器，奔向自由的怀抱。我们的网速比较快。我们的频道比较多，我们保证您来到这里有吃不完的优质芋头。只要你带着小金门的芋头叶向我们投诚，我们绝对保证您的安全。这样有录取吗？可以。那你刚刚讲完的时候，我就说投诚，我要投诚，我投诚了。投诚，他再不投诚，我就说香香可乐果。有了，声音很温暖，对不对？但我们还是要问一下雪兰姐，对，有通过考验吗？绝对行的。有人讲到他们心坎里，是不是？对。其实他们是为了网速而考。恭喜获得大喇叭1个。哎，我有一点贡献了，小鹿，你有贡献吗？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一张宣传单啊，以前那个早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文案的宣传。以前除了心战喊话之外，他们心机真的很重，还有一些什么瓶中信啊，里面装的都是那个叫你要向我们投降的一些，也是心战喊话的文宣，对不对？对。哦，然后这个文宣里面有一个不劳不食。哦，我看到了这个不劳不食，没有劳动你就不能吃饭。你字面上非常的明白跟明确。那你今天劳动了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劳动是还好，但动蛮多嘴的。动蛮多嘴，你没有劳动，嘴巴有劳动，你没有劳动，你等一下不能吃东西。很像这样也是对的。对。那我觉得还是我们在这边烈屿找个工作做一做，劳动来打工一下，好，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等一下还是回去找一下乡长，看有什么出工。要指派我们做，对不对？就是让你有动有食。哦，既然来到了芋头季，就还是要付出一点劳力。应该他们需要蛮多人力帮。这样我们吃的才不会觉得那个有点小担心，就吃得心安理得这样。亲爱的不劳不食的弟兄们，我们前往劳动的路上。要心战喊话，是不是？心战喊话，投诚。来去劳动，来去劳动。欢迎来到我们烈屿的御花园。哇，御花园听起来应该是百花齐放，皇上吉祥。但是显然我们好像是要来做苦力的乡长。这绝对不是苦力，这是我们一年当中，现在是我们芋头采收的季节，所以你们这次这个时间来对了，这是一年唯一难得体验挖芋的这个时间。季节限定。那季节限定，那今天来我们就要好好来体验一下。小鹿应该没有挖过芋头哦。没有哎，本人此生第一次就要献给 GoGo 台湾了。你该不会也是第一次拿起这个锄头吧？我有啦，以前N 年前有拿过啦。有拿过锄头，但我忘记我是拿来干嘛了，还是装备保养啊？孙大哥，
了，你要特别关照他一下，没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把你的芋头挖坏。不会，有大哥在安心。那请我们孙大哥来教学一下好了，反正你们没有试过，来。好，我们示范就是传统的那个挖芋方式啊，是角度差不多45度， 45度，从这个边边的地方用力这样，用力用力这样砍进去，用力砍进去，然后向前面一推，让它松动一下，然后再向后面一拉，整颗起来，铲起一座小土丘的感觉。哇！家长加油！这跟我在水田里面就是采收芋头也不太一样哎，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帮我拿一下，这个就是藕薄，来，所以这不是直芋啊，直芋，这是藕薄，所以还有藕公，就是主要的，这是藕架，藕薄，藕架。所以小金门的芋头是有一个主要的采收，主要的母芋在这里，来了，哇，芋好大颗哦，这是母芋，好大颗。所以小金门的芋头是母芋采出来，旁边还会有他老婆，就是旁边都还有小孩，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以为说采收完这个主要的芋头就采收完了，但是没有，旁边的都还是很好吃，很有食用价值。对，就是有分大中小啦，核桃、藕薄跟藕泥啊。那它那个口感也不太一样，越大颗是我个人觉得口感是很松，然后这个比较藕薄跟藕泥啊，就是比较 Q 一点，就是会比较扎实那种感觉，是个人口感不太一样，有 Q 的，有松的，有绵的。来，你试一下，看你有没有学成功。我好怕，看你这个功夫有没有学成。我有点担心它。45度角，45度，来，左右都可以，用力一点。然后哇，有了，然后你就松一下。对，我是整块土挖起来。大哥，我这样有整个挖起来的。有啊，用背面，用背面。这个背面给它轻这样，轻弄，轻。哦，敲一敲，摇一摇，松动一下。藕薄吗？哦，摇一摇，它就起来了。我的藕薄出来了。对，它就起来了，你看。可是我看到我的欧尼亚了，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欧尼亚。哇塞，对，有了，出土了。旁边小小的，好可爱哦，好大颗哦。这芋头这么大颗，虽然不是我们种的，但是我们挖出来成就感也是满满的耶，超满的。哎，他这个有2个老婆哎，这样不行哦。我不推崇这个。他有2个老婆是一夫一妻制，好不好？一夫一妻制。那个如果有2个老婆就变渣男啊！大小老婆，好玩吗？好玩呢！所以我们每一年的这个时间都有办这个芋头季的活动，然后有这个限量体验挖芋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介绍朋友来金门旅游，然后来烈屿体验挖芋头，成就感非常的满。对，因为挖出来就是沉甸甸，而且重点是它其实挖芋头不会很累。对，孙大哥他既然都这么说了，接下来这一排就请他。我们这样可以了，是不是？他都说了，他都花下海口了，你多了一个免费长工哦。因为真的很轻松，而且又有趣，全家人来玩的时候来挖，就觉得哇，那个天伦之乐是很棒。对，很好玩，很好玩。乡长，我刚刚挖完芋头，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我也觉得你的姿势不错，所以我们挖出来的已经算大颗了，对不对？刚刚那个算蛮大颗，但是我现在可以带你去看一个更厉害、更大颗的，不要太惊讶。我已经看到了，那是真的芋头吗？还是标本？这是我们今年芋头王第1名的得主。你好，大哥好，大哥也姓洪是不是？所以大哥这不是标本哦。有，很重，很重哎！大哥，你这一颗芋头哇，多重啊？有5公斤多。5公斤多，差不多是2个小孩生下来。而且我还惊讶到闭嘴。就是如果你生的小孩比较重的话，是3公斤多；比较轻的话，就大概2500、2600嘛。是。所以这是2个 baby 呢，2个 baby。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颗的芋头哎。大哥，你是常常种出这么棒的芋头王吗？有。你第一次得到芋头王吗？还是已经得过好几次？得过好几次。常常连霸就对了。对。所以芋头王常胜军
君，就是你芋头王的评选，其实不只是大或者是重而已，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评选标准。对，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芋头的评比有3个很重要的外观，然后重量，然后最重要就是我觉得现在那个安全食品很重要啊，它就是一定要来参加我们芋头王比赛，一定要有那个安全的履历跟安全用药的部分，安心农业要符合，对，这些都一定要符合才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乡长讲到重点，要符合我们现在安心农业，因为大家吃的才会安心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无限制的一直用农药，对我们土地也不好，比赛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芋头从普遍好评到供不应求，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为它在用药方面有规范，所以产量就一定不会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很棒哦，吃的安心又健康。而且小鹿我们这样抱着啊，这抱久了手还挺酸的，因为太重。像抱一个真的很你们抱过小孩吗？我抱过小孩，但是比我小孩重很多啊，比我小孩刚生出来的时候重很多，所以我真的叶宇真的是福地耶，福地种出这么厉害的芋头。哇，真的很多好逛的。你看那些都是。小鹿，你看那边有外国朋友哎。嗨，是外国朋友。Where are you from? I'm from Tasmania in Australia. 澳洲来的朋友。So it's your first time to Kingman? Yes. Have you ever tasted taro in Australia? Never. Never. 没有试过。So it's your first time to taste taro. How do you feel? It's so nice and sweet. 香甜，但他一吃就吃到芋头的顶级了。对，完蛋，这样会不会回不去呀？希望你可以在这里玩得开心 ，Have a good time here. Thank you. 你看，我们芋头节有外国朋友来参与耶，很国际化的。对。外国朋友都这么满意，我们也要来试试看。刚才已经迫不及待先咬一口了呢。好好吃哦，好香哦！老板娘，你的芋泥是自己做的吗？对，纯手工的，全部100%都是芋头下去打成泥的。那成本很高哎。对，但是吃起来好好吃，好绵密哦。对，小金门的芋头面包。对哦 ，That's our 面包，很可爱的 slogan， 而且我发现它的内馅，哇，你看它的芋头。超扎实，超多料，超多哎！老板娘，你这样子，我们要赚钱吗？就薄利多销。因为你整个做公益的，你整个内馅真的很饱满。我做了10几年，我馅料都自己做的。哦。对，红豆是用万丹的红豆。因为老板娘的内馅是整个铺满里面的空间，完全不客气的哦，会包浆，对，大匙的这样加下去，空间是满满的。哇，好好吃！难怪刚刚外国朋友也说赞。这个也是小金门芋头季限定的，平常姐姐没有做，是不是？对，芋头季的时候才做。那里面是包什么馅？那个芋泥，还有绞肉，还有那个香菇，所以是咸的，很咸的。我也有做甜的，好香哦，好 Q 哦。我觉得小金门的芋头真的很无敌，最好吃的，它是百搭，因为小金门芋头啊，它的香气是淡的那种香气，然后那个香气跟香菇的香还有肉的香搭配在一起，又会觉得好像大家彼此都盛开绽放的那种感觉，而且完全不会去抢夺对方，就很完美的 mix 在一起，又 Q 又香又绵，然后那个卤肉的旁边又很厉害，对不对？都搞折呢，就好做哎，好假。哇，
若山乡长推荐我们来这边的旗山湖公园，风景真的好特别哦。对啊，而且我们刚刚呢享受了小金门芋头季现场的热闹非凡，来到这边突然有一种静谧祥和、辽阔可是又舒心的感觉。而且这个荡秋千后面就是海景，好漂亮。这个旗山湖公园呢，我觉得非常特别，是因为它结合了战地的元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迷彩建筑。另外，它也结合了自然风光，所以我们的背后是辽阔湛蓝的海景，同时它也结合了休闲游憩。旗山湖公园可是全国观光亮点票选的第2名哦。哇，难怪这风景真的太漂亮了。这样坐在荡秋千上，还可以欣赏整个沙滩美景，我觉得好棒哦。重点是这个海天一色，哇，你在这边荡的时候超级秀的。谈恋爱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哦。哎呦，love love。新来的是吧？报告是，学长早安，学长好。声音算甜美啊。报告是，我是星战喊话组的。那叫2声，喊2声来听听。这半个，这样吗？就这样吗？是，报告是。精神达数会吧？精神达数会。1 2 3 4，一架嘎抓2架嘎抓，怕死怕死怕死。哎，你死老百姓啊！精神达数都不会。精神达数，雄壮、威武、严肃、刚直。报告学长，学会了吧？学会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严肃？军民一家应该要亲切，为什么要严肃呢？我们要亲切呀。你问东问西，达文西啊，死老百姓一个。学长，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说你大头兵嘛，你一头雾水，脑袋进水。教官，他欠磨练，他什么都不知道，他都忘光了，需要训练。是。欠磨练呢，来这边就对了。我们后林步枪模拟射击馆，是我们全国呢首座是民营的，除了25公尺、75公尺的归零射击以外，我们还有互动模拟场景。这里早期是不是也是真的营区？是我们以前这边呢是补给连跟医疗连。补给连跟医疗连是。对，所以其实有当过兵的来到这边，还是会唤起一些回忆的。是，尤其是老兵。所以我们其实不只是当过兵的这些军人、退伍军人啦，或者是说一些已经服役过的退役役男，甚至一般民众女生什么也都可以来体验的。好棒哦！我们只要12岁以上，对，那没有上舰，我们90几岁的阿公阿嬷都来这边打工。老少咸宜。是。如果你没有当过兵的话，更应该要来体验一下，就知道说当兵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是，感受一下那个打靶的感觉。对啊。那教官给我们下指令，让我们往射击区域前进好了。好，来目标射击馆，来向右转。1、2，哎，不好意思踩到学长。来起步走。学长，你错边了，学长。我错边了吗？你错边了，学长。我们2位脚步都不一致啊。学长。左线一杯，右线一杯，前线一杯。开始射击。好，不错。打3发，对不对，教官？是的，3发子弹。报告教官。3发子弹是。我有打很近啊。好。你看，教官，你看他欠磨练。我有打很。你到底有没有在军门当过兵啊？是。我有一发很接近你看看学弟，想想自己。好，接下来呢，75公尺来准备。太远了，教官。教官，好，来准备。你才打。哎呦。好，打完了请坐起来，2位，不错。哇，第7把有当过兵哈，不错。好，来，我们第7把呢这边打了3发，第8把拖把。
可能，教官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好，等一下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打到我，你打到我。不是要打那个8吗？OK。我完全瞄错。你瞄错地方。瞄那个8啊！我要锯齿。哎，来，我们等一下可以坐起来打。坐起来就是，刚刚都不计分，不是吗？对，现在才是重点。现在才开始计分。好，我们准备开始哦。好，我们敌人呢会一波一波的往上跑，越远的敌人打中分数越高。好，来，5分钟68，慢慢打。飞出去！你看前方，他冲过来！哎，打完了。我觉得你们摄影组那个灯太影响我们了啦。对。摄影组，你们的灯太亮了，整个走心。教官，所以我们。你们看前面敌军这么多，你们还没把灯关上。摄影组，你们看敌军都还在跑，敌军都还在前面跑。这个成绩应该，我觉得不完了，应该是欠磨练啦。欠磨练。的猎屿之旅啊，从味蕾到视觉的感官都充满了惊喜耶。没错，惊喜很多，好像在拆礼物一样。对。不过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才算是一个大礼包哦。大礼包就是我们这一片的玄武岩，一路下来的话，可以讲有很多的颜色，很多的图腾。好，在我们这个猎屿的，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奇景奇观。海红姐呢，就是要送我们礼物的人。因为海红姐对这边非常的了解，而且像海红姐刚刚说的，这个大礼包就是我们这边的奇景奇观。其实我们走过来看到这个岩石，我已经觉得很赞叹了耶，它好像洋葱哦。对，而且它的形状好特别哦，是雕刻出来的一样。啊，它是在1300万年前而形成的一个火山喷发的流向，变成这样的一道景观。所以地质的岩石软硬度不同，再加上火山爆发之后堆叠而成的感觉。对耶。那我想问一下海红姐，为什么它的颜色，这个咖啡色也是深浅不一样的渐层色啊？是的，它是在这个海岸线已经风化了，风吹日晒，然后加上它的水的颜色的进入多少，它的颜色也会有深浅的不同。好，对，它的图案呢，是因为它的里面所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不一样，产生的图腾图案也不一样。大陆漳州也有玄武岩，还有我们讲的澎湖也有玄武岩，对，都是一个独特地质。那我们这个地质就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风化。哦，所以我们想到玄武岩，可能都会觉得好像是澎湖那种直立，对，柱状。那你透过我的讲，你应该了解说地质不一样，不一样。对，它的是一圈一圈的耶，好特别。所以在我们清崎港这里也有圈状玄武岩、柱状，还有气孔状。气孔状啊，对。小鹿，你看我们现在来到这一块地质的感觉、景观、视觉，通通都不一样。对，完全就跟刚刚的我们走过的地方都不一样的地方。对，这边好像一整个大平台，满满的大平台。这也是玄武岩地质吗？海红姐？是，这个是金门层。那金门它是地质学家陈培元，他来发表命名的。那在1965年哈，那其实这个金门层它有很多个名称，叫泥炭层，也叫基底层。它的独特呢，就是它上面长我们讲的每年限量限季的绿石草。
哦，它长在上面，有红枣、绿枣、褐枣，很少见的蓝眼泪，都是在我们这一块地方而形成的。所以等到季节对的时候来这边，会是一整片的像绿色地毯一样。是的，哇，这个大平台很平，像翡翠的颜色。对，海岸线很长，所以我觉得铺上绿色应该会很美耶，一定很美。对。但即便现在这个季节，它也是另外一种感觉，它有一点点像是中东或者是沙漠里面为沙漠景致。对，另一个不一样，那种峡谷感。那海虹姐，我们现在远远看到那一座离我们很近的岛屿是什么岛啊？这个岛屿呢，它叫复兴屿。好，占地来讲的话，这个岛屿是我们的边防前线的前线，它是蛮有回忆一些历史价值的存在。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感受到小金门烈屿这边前线当中呢，还有更前线的地方。而且岛上的字，我们站在这边就可以看得清楚，隐隐约约看得到。对，复兴屿3个字，哎。哦，海虹姐，除了我们看到像有复兴屿这样子前线中的前线之外，还看到了这么壮阔的地质景观。据我所知，这里也是环保署认证的环境教育场所，对不对？是的，在今年的3、4月份，对，有实行的。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底下有个潮间带的，也是在金门层上面，里面有很多的小生物，或者有很多的微量元素的一些螃蟹啊，还有一些螺啊、贝壳一类的东西。大自然的户外的教室。对，是的。哇，我们刚刚从玄武岩看到鬼条寨，对不对？现在来这边感觉到那个风景好不一样哦。对啊，刚刚是自然生态海岸线，现在是一个比较有味道的社区。这里啊，早期真的很繁华，这里叫做东林社区。东林社区大家很陌生，但是我讲一个称号你就知道它当年的厉害了，它是小金门的西门町。军管时期这里最多啊，有150几间的商店店家耶。所以他以前可以想到，大家这边有很多驻军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热闹的，各式各样的商店都有。在这里有一间很有名的冰店。小金门有这么厉害的冰店，就在前面转角处那边。好，赶快来，快带我去吃。山一样高，这是一个富士山的版本。果然是镇店之宝人气王。这里面所有的配料都是你们自己熬煮的吗？对，招牌冰的话呢，它的地瓜圆跟芋头圆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做的。红豆的话也是自己煮的，仙草啊、黑糖都是妈妈熬的。芋头的话也是用我们在地的芋头，包括这个糖水都是妈妈他们晚上都是在家里做的。就想要给大家比较天然的，然后你们自己讲求品质的细节。就是我们想要让大家就是体验一碗，就是我们小金门最在地的一碗，就是芋头冰。啊，谢谢你耶，这样感觉很感动。等一下细细品尝。好，谢谢你。我们会仔细的吃的。太棒了，感觉老板娘的爱都在这一盘里面。他们这一盘招牌冰啊，可以说是这里的人气王。是，整条街上都是推崇这一碗冰，因为整个看起来好澎湃哦，每个料都好丰富哦。对啊，而且我觉得除了人气王之外，我真的是要封他为冰之上将。真的耶，镇店霸主。你看它每一个角度，哇，那个料都铺满满的，对，超强。一定要先从芋泥开始。哇，听说小金门的芋头非常的厉害耶。我觉得小金门的芋头是我吃过最厉害的芋头。好像有个很可爱的名字，蕾丝欧。感觉好绵哦！不是你那个表情太诱人，你觉得这样太犯规？你这样可以吗？好好吃！你知道陶喆不是有一首歌那个沙滩啊？我觉得你现在跑在沙滩上，我觉得我刚刚拿着沙奔驰在沙滩上，因为它就是像沙滩的浪打下来，平铺过去，非常的滑顺。小金门的芋泥，它简直没有毛细孔，它绵密，但是又滑顺，里面完全不会有任何的空隙，让你觉得它是粗糙的。你看我的手，你为什么你吃到起鸡皮疙瘩？太夸张了！真的身体反应不骗人哎，好吃到起鸡皮疙瘩，真的很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绵的芋泥，好绵啊，好细，就是
你知道那种真的吃到那个迷桑的那种口感。对，它的黑糖听说也是很厉害的。它的黑糖我刚刚吃了一口，是非常有古早味，真的是自己熬煮出来的才会有这种甜度，香香的。勾扎比。对，好难得吃得到一碗剉冰，然后每一个配料都可以当主角，真的好强哦，而且大家都不会抢过对方哦。没错，是群星会的感觉。没错，冰之群星会。我们现在来到这里，也算是小金门的地标型景点沙溪堡。哇，你看这边很特别哦，对面那边就是中国厦门沿海一带的风景。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近哦！真的很近哎，不愧是前线中的前线，感觉好像可以游过去那么近。对，这里应该你也很有感觉，因为这边都是军营啊、营区。没错，因为我在金门当兵的时候，就是住在像这样的营区里面，太怀念了。你真的是3代金马奖，是一门忠烈才讲得出这样的感受跟话来。因为像我的话来到这边，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是比较接近完美景点。你看旁边的这一个沙滩，很美的水色，是，我们就会觉得真的是完美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完美哦，我这边不只是一个完美的打卡景点，而且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哦。其实我们这个岛叫做沙溪堡啊，这个点呢，其实96年的时候阿兵哥撤军的才撤的，然后104年我们公所在活化再利用的。但是没有撤军之前，这里应该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点吧，因为它离厦门那么近，所以这个点是很险要的一个，很险要啊，而且这样晚上睡觉都要小心哎。对啊，对啊，头部、颈部以上。我们常常讲说小金门是前线中的前线，来到沙溪堡就更有那个感觉，是前线中的前线的前线。对，因为太近。所以这个点你不单只看到这样子而已，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刚刚说的有一个神秘的地下世界。对啊，华珍姐，你刚刚说神秘，那它的神秘是说，因为它都现在开放了，它的神秘是指在地底下，是不是？对。然后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单这样看是了解不到、看不到的。好，快带我们去，我要去地底下看一看。OK， 说不定可以唤起你更多老兵回忆。哎呦，一起来探险一下，对啊，好不好？哇，这坑道跟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坑道不一样哎，它是往下延伸的，而且它好深好长哦。所以你以前是平面的。对。哦，我们这个坑道的话，它有3层楼高哦。哦，这么高哦。所以，但是这样不认真看是看不出来的。它这个全长就有220几公尺。华珍姐就是因为这里是前线的前线的前线，离厦门这么近，所以才要做这么神秘、这么深、这么长，因为太紧张了。是不是？对，太棒了！所以小鹿，你以前的营区还不算很紧张。对耶，突然觉得这边才真的是前线的前线的前线的前线。对啊，因为你没那么紧张，你们还可以做平面的营区。这里的话就太紧张了，必须要藏在地底下。哎，华珍姐，不是怎么走到这个空间，突然有一种画风突变的感觉。真的耶！突然变成彩绘的哈。的这种风格，这个就是我们烈屿乡的一个代表，叫做风鸡。其实早年我们是白鸡，鸡的话，我们烈屿乡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3、4月都会有雾锁金门，很潮湿，所以就是早年的话，鸡也会吃虫，所以到后面演变会把这个白鸡放在屋顶上现身辟邪什么的。然后我们这个坑道本身它是算是比较原始化的，我们为了把这个坑道加活化一些，所以我们用了我们烈屿乡的代表就是白鸡。所以其实即便彩绘，它已经让整个坑道里面变得比较平易近人，比较柔和，改变了风格，但它还是融合进很多小金门这里的文化，还有战地的文化，比如说战地的炮台、战地的防空洞、战地的信仰、战地人民的生活，都结合在里面，很有意义耶。对。我
们从坑道口出来之后，又是一幅完美景色，超美的。华珍姐时间抓得刚刚好，哎，这正是一个夕阳无限好的时间点呐。对，而且现在微风徐徐的吹来，超级舒服的。我觉得因为离厦门很近，所以我们从沙溪堡这个角度看出去，那些在夕阳之下的厦门景色，都会变成有点像水墨画一样浓淡、隐隐约约。然后再加上今天的夕阳，它是非常完整，没有被什么云遮住的夕阳，有一颗像蛋黄一样，对，蛋黄夕阳，好美哦！这真是我们今天一日游程下来最好的一个据点了呢。其实我们这边不止这个点漂亮，其实还有一个双口看夜景也是很棒的哦。所以夕阳还不是今天的尾声，对，我以为今天已经是最高潮的部分了呢。不对，还有一个夜景更漂亮，看对岸哦。啊，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到双口去看百万夜景。百万夜景，对的。华珍姐推荐我们的百万夜景。哇！而且人家说是百万夜景，我觉得是亿万夜景，因为它太漂亮了。对，因为它整个海岸线非常的长，所以它其实是呈现一个长形连绵不绝，沿着海岸线，这边有夜景，这边有夜景，这边有夜景，嘟，延伸到好后面都有夜景哦。而且它这个地方看整个夜景的感觉又更不一样了耶。对，有时候呢，我觉得这就是小金门的旅行，给大家很不一样的融合性风格。一方面你感受得到一些战地风情，另外一方面呢，你又感受到这边浓厚的人情味跟淳朴的、很让人享受的旅行氛围和步调。再一方面，这里又带一点点浪漫的气息。对，想不到说以前像你在当兵的时候，完全就是战士的感觉，有没有感觉不到一些浪漫的气息？但事隔多年再回来之后，会觉得有点不一样了，多了很多可以来走走体验的地方。这次的小金门之旅又让你重燃起了对金门之爱。对，没错，有很多的很好的美好回忆都涌现了出来。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小金门玩哦。耶！